红军村乌军顽强反击，俄获再动用中程导弹，关岛首次弹道导弹防御实验成功。伊朗无人机入侵美国领空，北约悄悄向波兰运送装备。最近，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南线尝试通过迂回战术发起进攻，利用乌军防线的弱点推进。地理定位影像显示，俄军在新特鲁德西部和达钦斯克以南的 E50 高速公路沿线取得了一些进展，距离波克罗夫斯克约6公里。他们试图封锁新特鲁德和达钦斯克之间的小区域，为下一步对舍甫琴科和波克罗夫斯克的进攻做准备，但这一行动代价高昂。12月11号，乌克兰赫尔松部队发言人纳扎尔沃罗申上校表示，俄军对乌军在新特鲁德西部、诺沃特罗伊茨克以南和舍甫琴科西南郊区的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虽然乌军失去了2个阵地，但正在组织反攻，以恢复防线。波克罗夫斯克前线的一名乌克兰营指挥官形容当前局势严峻，提到俄军每月补充约200名新兵，每天对乌军的阵地发起多达30次进攻，依靠炮火和人员优势取得战术性推进。然而，俄军的进攻付出了巨大代价。乌克兰军官透露，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2周内人员损失近3000人。尽管俄军指挥部重新发起了全面攻势，但人员与装备损失削弱了其持续推进的能力。这种损失对俄罗斯本已紧张的动员体系构成了压力，使得取得战术性进展也难以转化为战略性胜利。美国情报部门警告，俄军可能再次使用奥雷什尼克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彭博社报道，俄军可能在未来几天使用这一系列导弹系统进行新一轮攻击。11月21号，俄军首次使用该导弹袭击了第聂伯市。俄军试图通过这类袭击和信息战阻止西方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表态削弱了这一策略。他承认，奥雷什尼克导弹的发射早在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 ATACMS 导弹之前就已经计划了。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进攻虽然取得了战术性推进，但人员和装备损失削弱了其战略能力。乌克兰军队在压力下展现了顽强的抵抗，并试图通过精准反击和战术调整遏制俄军的进一步扩张。俄军试图通过高代价的战术胜利来扭转局势，但其长期战略失败的命运正在逐步显现。乌克兰不仅在前线战斗中顶住了压力，也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对其抗击侵略的支持。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与多方合作伙伴在12月10号成功在关岛区域完成了一次飞行实验任务，标志着首个从关岛执行的弹道导弹防御实弹拦截实验圆满结束。在本次实验中，美军 C-17 运输机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外海空投了一枚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靶弹，随后布设在关岛的陆基感测设备，包括 AN/TPY-6 雷达系统，对该目标进行了全程追踪和数据传输。该雷达提供的精确目标信息被传送至全新的宙斯盾关岛系统，为后续拦截行动提供精确引导。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的垂直发射系统通过发射一枚标准3 Block 2A 拦截弹，对来袭的中程弹道导弹目标进行实弹拦截。测试显示，拦截弹成功在空中命中并摧毁了目标，这意味着美军在应对该区域来袭弹道导弹威胁方面达成了重要的战术和技术验证目标。本次 FEM-02 实验是美国在关岛首次执行的弹道导弹防御实弹拦截演练。美军方官员表示，这类实践将有助于加强关岛及太平洋地区的防御态势，提高美军及其盟友应对日益复杂的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关岛基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后，其拦截范围可覆盖印太地区关键盟友和合作伙伴所在的广阔区域，包括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等国。这些系统由宙斯盾关岛系统与 AN/TPY-6 相控阵雷达、标准3 Block 2A 拦截弹和垂直发射系统组成，拦截半径可达数千公里。根据公开资料估算，该系统对来袭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拦截半径可达3000到3500公里左右。对朝鲜而言，关岛系统的拦截目标主要包括该国的中远程弹道导弹，
比如已经多次试射过的火星12中远程导弹。而对俄罗斯，尽管该系统设计并非旨在对抗其先进的洲际导弹，但对俄方具有中程射程的弹道导弹，比如伊斯坎德尔 M 短中程弹道导弹及潜在的中程型号，关岛系统仍具一定的拦截能力。当该导弹从东北亚或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射，对关岛驻军基地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前沿部署构成潜在威胁时，这一系统可以在弹道导弹飞行中段进行拦截，有效在其尚未抵达目标前将其击毁。除了加强对美国驻太平洋地区军事设施及补给线路的防护，该系统的存在也为亚太盟友带来更为稳固的安全保障，在面对朝鲜与俄罗斯的潜在导弹威胁时，提供更大的战略缓冲与反制能力。通过对中程及中远程弹道导弹进行早期预警、精确追踪和中断拦截，关岛反导系统在区域安全格局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2024年12月10号，美国五角大楼对伊朗无人机母舰在美国海岸附近发射无人机侵入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一说法毫无依据。美国海岸附近不存在任何伊朗母舰，也没有所谓的母舰在发射无人机。与此同时，美国海岸警卫队确认，在新泽西州岛屿海滩州立公园附近的一艘巡逻舰周围观测到了多架低空飞行的不明飞行器。海岸警卫队中尉卢克·皮内奥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对操作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但海岸警卫队正在协助联邦调查局及州级机构调查这些不明飞行器的类型、来源及意图，以评估潜在的安全风险。这次不明飞行器活动的确认，紧随前一天新泽西州和纽约地区多起疑似无人机目击报告之后。这些目击事件最早由战争地带报道，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议。尽管五角大楼和相关军事指挥部坚决否认任何来自伊朗或其他已知对手国家的无人机活动，但美国北方司令部表示，他们正在认真监控新泽西及周边地区的无人机飞行报告，包括皮卡提尼军械库和舍文科武器站。北方司令部还强调，如果这些事件需要国防部的进一步协助，将会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增强响应。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表示，州内目击到的无人机活动令人担忧，并已与白宫官员讨论这一问题。他指出，周日当天报告了49起无人机目击事件，主要集中在亨特登县，并呼吁公众积极向地方当局报告任何可疑活动。为了应对无人机入侵事件，联邦航空管理局已实施了2项临时飞行限制，违反规定的无人机操作将面临高额的罚款和其他法律后果。尽管官方多次强调无人机活动尚未对军事设施构成直接威胁，但持续的目击报告和实际事件表明，无人机在国内安全领域中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使用频率的增加，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控和防御措施，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这次事件不仅引发了公众对无人机安全威胁的关注，也促使各级政府和安全机构重新评估现有的防御策略，确保在面对快速发展的无人机技术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安全挑战。2024年12月11号，俄新社报道，在乌克兰的亲俄势力表示，北约正从多个欧洲国家向波兰大规模运送军事装备。这一消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亲俄势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欧洲方面传来了欧洲多国正大规模向波兰运送军事装备的消息，运送规模大到人们可以频繁地在欧洲公路上看到。他还提供了一张在法国的 A63 高速公路拍摄的照片，以及一段在德国马格德堡市附近拍摄的视频，显示载有北约军事装备的卡车车队。此外，列别杰夫还分享了一段显示大量船只聚集在波兰斯维诺乌伊切港的视频，并引用了一名目击者的描述。目击者称，这是斯维诺乌伊切港停着的貌似是军车，波兰路上的军用卡车数量多得惊人，它们像农村厕所里的苍蝇一样来回乱窜。这些卡车大多是老式的，属于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的产品。列别杰夫进一步指出，武器和装备正在被运往波兰，其规模如同大战之前，力度远大于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给予乌克兰的武装。
对此，北约及相关欧洲国家并未对此事作出正式回应。专家分析，列别杰夫的说法需待谨慎对待，因为其来自乌克兰亲俄地下组织，可能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或者宣传意图。目前尚没有其他独立来源或官方渠道证实这一指控。这次报道再次引发了关于北约在东欧军事部署的广泛讨论。国际观察人士呼吁，各方应通过透明的信息渠道，确保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避免不实信息的扩散，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误解。与此同时，随着乌克兰局势的持续紧张，北约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和装备运送也备受关注。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北约此举旨在加强对东欧盟友的军事支持，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目前，乌克兰政府及北约尚未就此事发表公开声明。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